好，川習會現在正式的官宣了。那我們來看到各自出招，大陸手握稀土農產品2大王牌，力壓美國。美國則是拿晶片，希望能壓住大陸。那麼另外一方面，是不是美國也希望大陸來救美國的經濟呢？現在最新的資料是，美國的國債比例已經超過他們的 GPT 100%哦。那麼，川普將會搞垮美國經濟嗎？現在是內部美國人民都非常的擔心。好，我們來看到川習會拍板之後呢，來自於大陸的外交部官宣的，接下來川普會在5月13號到15號正式的訪問中國，時間點就是落在本周3了。接下來的重點行程哦，13日晚間川普抵達北京，正式的展開外交行程，重點將會是放在14日這一天，會正式的來舉行這一場川習會。雙方會在北京世界遺產這邊，包括了天壇公園，來一起晚上。走完天壇公園之後，晚上會舉行晚宴哦。那麼川習會同樣也是在同一天來做舉行，隔一天15日則是茶敘加午宴結束行程。這一次預估會談的包括了貿易問題、伊朗問題跟台灣的問題。而中美雙方現在祭出的各種的這種王牌，不只是打在貿易戰上面，還有中美台面下也不斷的出招，各種的招，還有就是企業團现在也變成了一個政治訊號。我們來看到這3點。首先，在貿易戰上面，雙方祭出王牌。中國大陸的王牌當然是稀土跟它的農產品大豆，美國則是晶片跟高科技的做封鎖。現在其實是中國強化它的稀土出口管制，晶片也在加速本土的取代性，所以大陸會不會被美國壓制？現在也是打一個問號。再來就是第2點，我們來看到中美不斷的制裁雙方。首先，美國制裁了5家大陸的民營煉油廠之後，大陸立刻使用了阻斷方法反擊美國長臂管轄，沒有想到。大陸祭出了阻斷方法之後，美國再制裁10家來自於中港的企業以及個人，最後是企業團，是不是也淪為一種政治下的犧牲品呢？川普原本會帶的美國企業，包括了有輝達執行長黃仁勳之外，現在點名的還有蘋果、波音、高盛、艾克森美孚，但是最新消息是，部分規模可能企業家的規模會因此被縮減。所以節目一開始，我們特別來看到，現在川習會美方早就宣布，但是中國卻等到今天才做宣布，大家也在看說這個點是怎麼回事，誰到底比較佔上風？那也請網友幫我們做留言，你認為如果川習會川普比較佔上風，按1寫下1，那中國比較佔上風，我們寫下2，可以跟我們做留言互動。那賴老師就怎麼看？我們要看的是說這個是川普到中國去訪問，還是中國到美國去訪問？那我們很明顯的看到是川普到中國來訪問，那這個絕對不是美國佔上風了啊，因為川普一直想到中國來訪問，他一直不得其門而入。從他選前快要當選的時候，他就說他當選100天內一定會到中國訪問。過了100天等不到中國的邀請。所以在這個整個過程中，他跟中國掀起貿易戰，再度的關稅戰，但是中國大陸完全全力反擊。那一直打到這個去年年底，川普都不得其門而入。眼看着世界各國的領袖都絡繹不絕的到中國來了，而唯獨川普不行。一直到今年的時候的年初，在 APEC 的時候，川普又說了，說我希望到中國訪問。這個時候中國才說歡迎你來。然後川普說了，我可不可以在冬天這個過年前就趕快到中國來訪問？中國說太趕了，等到這個春天的時候，春暖花開嘛，那你再來。可是問題是在於，冬天的時候有加拿大的，有德國的總理，有法國的，有西班牙的，一堆都到中國來訪問，唯獨還是沒有美國。所以這個天氣不是問題，問題是在於我把你壓後嘛。那請問一下，那就是誰佔優勢？很明顯的，中國佔有絕對的優勢。中國佔優勢的原因很簡單。過去美國去制裁別人的時候，美國是不用怕受傷害的，所以美國是無所不能的。我可以傷害你，你傷害不了我；我敢傷害你，你不敢傷害我。所以美國它可以對於它的所有的國家盟國都是課予高關稅，而它的所有的盟國都不敢反擊美國，沒有一個國家敢，日本不敢，韓國不敢，歐盟27個國家不敢，英國不敢，沒有一個國家敢，只有一個國家敢，這個國家叫做
中華人民共和國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態度就是你對我課多少，對你課多少，然後我用總額來計算。我不只用不只是用關稅的百分比，我還用總額來計算。那換言之，也就是說，你課多少，我課多少，課到145的時候，中國說夠了。為什麼？因為再課下去沒意義了。為什麼145的關稅等於是兩邊不要貿易了？美國川普還在繼續喊到280，大家都覺得他笑話，他自己後來摸摸鼻子，覺得說他像小丑一樣，就退回到這個145啊。然後，但問題就在於誰先去求饒，也就是當何立峰到日內瓦去訪問的時候，是誰飛到日內瓦去？是貝森特跟格里爾。那就代表什麼？代表他專程飛到日內瓦去要求停戰。那這個代表什麼？代表因為中國已經完全可以傷害美國，美國就發現他已經不是無所不能了，他會被傷害。無所不能的人是不被傷害的。當一個國家可以被傷害的時候，而且傷害這麼深、這麼大、這麼慘的時候，這個國家就知道他不是無所不能了。所以我覺得這次川普到中國來訪問，中國的擱置擱到最後2天變成3天，那才叫國事訪問。那請問國事訪問會談崩嗎？不可能。既然是國事訪問，絕對是談好的方向。好，那我們剛剛也看到嘛，就是中國大陸的手握王牌，不管是稀土、農產品，那美國的科技晶片，接下來如何談？那誰可以治誰的王牌？那艦長又怎麼看？其實我們看到啊，這一次有關習川會的部分，如果我們看這個《經濟學人》它的一個封面故事啊，它描寫的最為生動啊。那在之前呢？這個美國去打伊朗的時候，他出了這一章啊，叫做“當敵人啊在犯錯的時候，永遠啊不要打斷他”。這句話是拿破崙的名言啊。那我們看這張照片，是不是那個川普那在急急忙忙的應對這個伊朗的時候，中國好整以暇的面對？那這一次有關於習川會的部分，他講說這個其實是一個互疑的高峰會，也就是到底能不能達成結果呢？那是一個問題啊。那但是就是跟賴老師剛剛講的一樣，既然都已經國事訪問了，可以達成一些初步的成果，但要更進一步的落實的話，可能要觀察。那至於說我們講到有關於稀土的部分，美國一直認為啊，他現在搞這個什麼民主礦圈啊，那或者是在中亞搞這個尋求關鍵的礦產的一個供應多元化，其實一點用都沒有。何以證明？ F-35就證明了。F-35證明什麼？ F-35原來應該用的是 APG-81的這種雷達，可是現在為什麼我們剛剛講到有關於西班牙啊，有關於很多的國家啊，通通都產生了懷疑，因為它的沒有稀土，它沒有辦法配置雷達，它的雷達跟不上，結果它現在前面配的這些是什麼？配重塊啊，也就是跟大家到健身中心去舉重那個一樣的東西啊，你放在最高階的這個戰機上面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這也就是我們講到啊，這個有關於中國大陸啊，它已經從這個製造大國，現在變成進口，從市場也是個大國，所以美國呢用各種的方法對它制裁，一點用都沒有。那稀土更是牢牢的掌握在那個中國大陸的手上啊。那甚至我們講到 DeepSeek 的晶片，現在全面使用華為的那 NVIDIA，想都別想，這個也就是另外一個證明。好，所以那另外一方面，其實美國總統川普他也想要救自己內部的經濟，因為呢，在這一次習川會，他也認為說，希望能夠多跟中國大陸要一些訂單，尤其是現在美國的經濟狀況有令人堪憂，財政已經進入到高壓的臨界點嘛，現在市場在揣測。我們看到美國的公債最新來到31.26兆美元，債務突破了 GDP 的100%，是二戰後首見，而且油價、通膨、軍費、利息不斷的暴增，聂老師怎麼看？那個美國現在有4B 問題啊，第一個 bean 大豆哈，這真金茂量；第二個呢 beef 牛肉；第三個 波音哈，飛機要中國買；還有一個跟金融有關，就是 bonds 就是債券。但這個債券呢，這個數字我不知道你哪來的，基本上大家都已經去年就知道已經突破36兆。現在應該是38兆，而且超過，那年底可能是40兆。我跟各位分析一下，剛好2009年發生歐債危機，本人帶着大家团隊接了一個
所謂的歐債危機對台灣金融界跟各種產業的影響，這個案子那是我寫了200多頁，我深深分析了當時在2008年，各位去爬文啊，那美國的那個外債是10兆，到了2017年，川普剛上任第1年的時候，他的外債是20兆整，差不多剛2倍，現在又隔了9年。40兆了，今年底，請問一下，是不是 double？ 那可怕的是，我們知道全世界在对一個國家財政困境會定2個標準，一個叫財政赤字，叫做這個 physical deficit； 第二個呢叫做 debt ratio， 國債的比例。財政赤字要低於4以下，4%，甚至當時歐元在成立的時候是定3%。那麼國債一個國家只要超過60%，你就要被制裁，就要注意了，它就有問題。歐債危機的這幾個國家，5國加上德英法，就是因為它超過。美國呢，它霸主，美元霸權，好像不用太擔心。可是大到一定，這很多人都講，超過45兆必倒，它已經快到45兆，它必須削減國債。這就是為什麼川普一上來要 MAGA， 除了製造業回來，還到全世界要錢，當提款機的一個主要原因啊，退群啊，把錢拿回來。現在我要講這個大問題來了，它現在38兆或39，除以它現在真正的 GDP 是29-30兆，多少？130%，是2倍於60%的2倍，60%我剛剛講了，基本上是一個 benchmark。請問怎麼辦？當然找別的國家來買債，最支持的日本 Japan 現在1.2兆。第二，英國還會支持8000多億，前10大還包括台灣也有3000多億嘛，沒關係，反正你們賣我債，它是38兆，你有1/4是外債，就被這幾個國家支持嘛。那我们他倒了，我們不是倒光了？台灣跟着美國走的，他倒我們就必須倒，但是我們台灣對美國都有信心啊，不能以美，是整個崩潰了，他不會倒，這是。